果然，男人只会记住不嫌弃自己贫穷的女人。这次梁家辉5夺影帝，第一个感谢的依旧是那个陪了他44年的太太。她是在我最失意、最没有希望、最穷、最潦倒的时候嫁给我的。不管今天或者以后，我拿到什么荣誉、什么奖品、什么奖金、什么薪水，反正是一切啦，我都要跟他一块分享。谢谢。时间回到1984年，那时候26岁的梁家辉凭借垂帘听政，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帝。本以为获奖之后事业会一路高升，反而因为公然表达爱国立场，坚决拒签悔过书，梁家辉遭到全面封杀。一夜之间，他从影帝沦落为无业游民，甚至曾经称兄道弟的人看见梁家辉都避之不及。为了糊口，他只能在铜锣湾夜市里摆地摊，3餐就靠着粉丝蘸酱油。每到深夜，他总饿着肚子收摊回家。本以为自己的演艺生涯就此结束，可直到一个女人打来电话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她就是梁家辉未来的妻子，香港电台金牌制作人江嘉年。她是全港唯一一个冒着风险敢给梁家辉饭吃的人。那时候的梁家辉穷的兜里只有5块钱，江嘉年也不嫌弃，常劝他去街角5元咖啡店。后来梁家辉逢人就推荐，可朋友去完后却纷纷说他骗人。原来是江嘉年怕伤了他的自尊心，就偷偷和咖啡店老板约定，只要梁家辉来，一律打5折，剩下的钱他来补，甚至服务员都叫他2.5折。得知真相的那一天，梁家辉红了眼眶。相恋仅仅半年，兜里只有8000块钱的他决定求婚。他花800块买的戒指，没有婚纱，没有喜宴，甚至结婚证都是他亲手画的。嫁给我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前途、没有前景、没有方向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知道自己准备要结婚的男人，就挣这么多。我当时银行没存款，有8000多块钱存款，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做过。你看，只有8000块钱的存款一下子就花光，这样的男人嫁得过吗？对，结了婚就都没有了。婚后，在徐克、周润发等好友的周旋下，梁家辉终于解封。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，他拼了命的拍戏，创下了一年拍13部电影的记录。其中最出名的就是《监狱风云》和《夺命家人》。因为拼命，梁家辉又多了一个外号梁13。可命运偏偏要考验这对夫妻。1993年，梁家辉在越南拍摄《情人》时，被当地有黑帮背景的影视公司盯上，直接用枪指着头，绑架到了菲律宾拍烂片。听闻消息，所有人都慌了，唯独江嘉年没有崩溃。他冷静地联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，随后孤身一人前往菲律宾，点名要见黑帮老大。面对荷枪实弹的绑匪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既然我敢来，就不怕死。你逼他拍戏只会毁了片子，让他回去拍完《情人》，他的名气更大，你们的电影才会更卖座。不费一兵一卒，没花1分赎金，她硬生生把丈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当梁家辉在香港机场的台风天里看到被雨水打湿头发的妻子时，这位硬汉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抱着江嘉年放声痛哭。那一天起，梁家辉的命就是江嘉年给的。后来，梁家辉成了名满天下的影帝，但江嘉年却因为生病服用大量激素，导致身材严重走形。面对媒体丑妻配影帝的嘲讽，梁家辉的选择是：只要出门，不管红毯还是菜市场，必定十指紧扣。身处遍地诱惑的娱乐圈，他甚至主动掐断了所有苗头。当年拍《新龙门客栈》，他与张曼玉传出绯闻，为了给足妻子安全感，他私下找到张曼玉，要求以后除了工作，私下绝不见面，直接把华语影坛顶尖大美女的绯闻扼杀在了摇篮里。他哪怕在内地录节目，也会每天给妻子打10次电话说我爱你。每隔10年，他都会重新买一枚钻戒，再向江嘉年求一次婚。当鲁豫问他，这世上那么多美女，为什么都爱他？梁家辉霸气呼气，外面的诱惑抵不过家里的一碗热汤面，再美的女人都没有我太太有魅力。从1984年的垂帘听政，到1993年的92黑玫瑰，到2006年的黑社会，2013年的寒战，再到2025的捕风追影，44年，横跨5个时代，5座沉甸甸的影帝奖杯，每一座的底座上其实都刻着同一个女人的名字。曾经有主持人惊讶地问他，你们在这个圈子里是怎么维持快40年婚姻的？梁家辉一脸诧异地反问，婚姻本来不就应该是一生一世的吗？或许这世上最好的爱情莫过于此，你不起我少年穷，我不负你糟糠恩。他叫梁家辉，他用一辈子的时间给所有男人上了一堂最庄重的课。欢迎观看一人一生，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吧。下期想了解哪位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最后，感谢您的订阅，谢谢支持。